男人重生回到过去的第一件事，竟是生吞瘟疫蜘蛛的生殖器，随后再吃下1万度高温的舍利子。见此一幕，所有人都认为我疯了。可男人不仅毫发无伤，还激活了世间最顶级的 SSS 级天赋万毒不侵，世间任何毒素和诅咒都将对男人无效，甚至因此以傲人的分数断层式的拿下试炼榜首。然而在此之前，男人本是为万千生灵降下庇护的守护神，可人类却背叛了守护世界的神明，甚至不惜与万千敌对神明连枝同气，献祭出自己的生命，只为审判神明死亡。只因少年乃是世间首位亦是最后一位毁灭之神，在他成为神明的那一刻，就被赋予了众神之王的称号，仅凭一己之力就斩杀了数以万计的强大神明，强大的实力遭到神明们忌惮和嫉妒，联合审判之庭的力量赐予毁灭之神死亡。可他们没想到的是，常善却奇迹般的活了下来。然而令常善感到疑惑的是，他十分确定自己已经死亡，更准确的说是魂飞魄散了。随即雷常善呼唤出了系统面板，果不其然，系统无法正常使用。现在唯一能确定的是，常善的神位神座信仰地位都被强行降级，就连神力和神性也被废除。可为何只有思想没有受损？思索间，浩浩荡荡的湖面传来一声巨响，雷常善回首望去，只见船头站着一名威严肃穆的黑衣男子，自顾自地开始细数雷常善过去的所有经历。在男人开口说出被众神审判之事时，常善不再犹豫，以极快的速度来到了男人的身前，伸出右手就要抓住男人。好在黑衣男子反应迅速，飞身来至半空中并出长剑，可即便利剑就要袭至常善的血肉之躯，他依旧挥舞着拳头。刹那间，冰冷的利剑和炙热的拳头碰撞在一起，湖面被强大的流露掀起惊涛骇浪。黑衣男子眼眸流露出惧色，借用对方的力量快速朝着后方退去，紧接着猛击湖水遮挡雷常善视线。他不可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幕，即使雷常善失去了神格和神力，他依然不是雷常善的对手。就在雷常善准备结束这场闹剧时，空中突然出现金色的神秘方块，瞬间压制了准备暴走的雷常善。这正是神明压制装置，不管一个神有多厉害，强大的克制关系会把他们削弱成比史莱姆还要弱小的生物。此时黑衣男子重新回到刚刚轻描淡写的样子，自我介绍一下，我是冥界的顶级死神尤尔，这里是死后的世界冥河。闻言常善眼神一凝，据我所知，魂飞魄散的神明是没有来世的，可你不一样，若你想知道所有细节，那就在路上听我一一道来。所有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人生，他们的生命和命运被记录在生死簿中，可有一天生死簿丢失了大半内容，而丢失的内容正是你的成神之地阿卡迪亚。你将那里搞得一团糟，可为了将你带回来，冥界放弃了很多东西。闻言常善陷入沉默，为什么要这么做？直接让我魂飞魄散对冥界不更好吗？闻此，尤尔脸上浮现出一抹自豪感，因为那是冥界之王的命令。不久后，众人到达了冥界之城岸边，尤尔带领常善来到大门前，随后恭敬地禀告道：一级收割者尤尔，在您的命令下成功将毁灭之神护送此地。话音刚落，紧闭的大门突然打开，磅礴的黑色气息骤然从门内席卷而出。进来，一股强烈的威压扑面而来。常善感知了隐藏在空间后的双眼，嗜血的战斗感在他内心升起，这可太有趣了。进入大门后，位于王座之巅的正是冥王桑纳托斯。冥王戏谑地缓缓说道：自你穿越至阿卡迪亚的那一刻起，你就像疯子一般不停地战斗，这就是你成为毁灭之神的原因吗？然而无趣的对话令常善感到厌烦，他眼神凶狠地说道：你到底想要说什么？闻此，冥王一改之前戏谑的身姿，我要你携带枷锁前往世俗的世界，让违背誓言的神明成为冥界的奴仆，而我会将你送回你本应去的地方。说罢，冥王大手一挥，一颗湛蓝的星球出现在常善的眼前，他久违地流露出了向往的情绪，毕竟这里可是他的家乡啊。随后冥王咧嘴一笑，仔细看好，等会发生的事情可会让你头晕目眩。紧接着地球开始不断放大，直至能看清街道上的每一个人，而眼前这名喝得烂醉的年轻人正是常善自己。回过神后，常善疑惑地询问道：是什么原因让你给我这个机会？因为他们违背了誓言，他们利用誓言的漏洞试图干预人类，这也是你上一世能穿越地牢的原因。可冥界无法对世俗进行干预，若是你能成为猎犬，在工作结束后，我就会解开你身上的枷锁，并给你一个新的生活。闻言常善轻蔑一笑，他已经没有了对生的气球，别着急拒绝，若是你行事完美，我还会再给予你一份礼物。管辖权。闻言常善心中猛地一惊，你确定可以在不违背誓言的情况下将管辖权赠送出去吗？当然可以，誓言本身就是一层枷锁，你也可以称它为君王的恩赐，所以你作何打算？闻言常善流露出贪婪的笑容，如果你要给我这个的话，那我可没有拒绝的理由啊。冥王当即呼唤出契约卷轴，那么交易成立，众死神听令，即刻开启前往世俗的回归大门。随着大门缓缓打开，常善就跳进通往家乡的半空中，他感受着来自家乡的气息。等他再次睁开双眼，他已然回到了心心念念的家乡地球。在贪恋片刻的歇息后，常善猛地从地面上弹起，脑海中回忆起转生前冥王的嘱咐。为了保证转生能顺利进行，你抵达的地方将会是地球，但也不完全是地球，而唯一能躲避异界之神注视的地方只有地牢，而这里正是临时地牢华丽的丛林。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任务主题开拓，各位需要击退游离在地牢各个区域的怪物们，并且达到对面的山顶。为方便参与者顺利进行任务，将为所有人提供背包、状态栏、技能栏，在此祝大家好运。即将开放第一个区域。话音刚落，在众人还处于蒙蔽状态时，常善就毫不犹豫地朝着远处奔去。可他还没跑出去多久，
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这让他有些抓狂。昔日的毁灭之神竟然沦落成为肾虚男，于是长善停下并呼出系统男。虽然转身后保留了一切，但为了避开异界之神，导致所有能力都被封印重置，根本无法使用。看到这里，长善也不再多想，转头去寻找冥王答应所提供的特殊能力。可不管怎么翻看系统栏都没有。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系统更新完毕，将根据升级后的系统展现相关内容。随即系统栏画面一转，之前乱糟糟的问号面板已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简洁的低阶属性。唯一不同的就是持有了2个特殊全能，剥夺灵魂以及执行剑。剥夺灵魂能够将使用者的剑下亡魂囚禁于背包中，以炼狱之火燃烧并剥夺其业。而作为冥王全能的一部分，其最特殊的能力是只要每打败一只怪物并剥夺灵魂后，不仅能获得高昂的经验值，还能恢复体力以及治愈伤势，能有效避免在面对较多的敌人时导致的体力枯竭以及伤势叠加所带来的危险。然而这个技能最变态的能力是能将敌人的灵魂唤出并加以击醒，以此达到审讯的目的。而另一个技能执行剑可以堪称整个神界最为无敌的成长性技能，能抢夺罪人的一部分全能，而全能就是指神明的力量，理论上可以收集无数的全能，以此达到全知全能的地步。看到这里，长善露出一丝微笑，看来冥王这次因为异界之神被气得不轻，竟不惜将这种全能都赋予给他。不过眼下执行剑还无法正常使用，因为这个技能的使用条件实在是过于苛刻，使用对象必须是打破誓约的罪人，而且如果对方实力若是比使用者强大，甚至还有可能遭受到反噬。所以为了保险起见，长善决定先将这个全能暂时封印掉，等日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再解封。这时长善突然停下脚步，在其身后突然出现了一只魔兽黑曼巴蛇，张开血盆大口朝着他袭去。见此，长善眼中闪过一丝狂热，唤出新手武器生锈的短剑，以迅雷之势贯穿了黑曼巴蛇坚固的身体。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黑曼巴蛇被您一击毙命，达成完美无缺的攻击。作为奖励，获得技能初级短剑术，并且获得若干属性点和经验值。然而这些奖励长善都嗤之以鼻，只有一条引起了他的兴趣：神作狩猎的好季节对您发起了兴趣，因为地牢正是神明用来挑选神职人员的试炼场，更有甚者，会选出能够代表其意志的使徒。也就是从那时起，人类从一开始的恐惧厌恶，到后来的趋之若鹜，无数的人类如同飞蛾一般赴汤蹈火。然而99%的人都会成为地牢中的一抹黄土，因为对于傲慢的神明和星星来说，人类过于短暂的寿命只不过是他们茶余饭后的甜点而已。更何况只有极其少数的天命之子才可堪达到及格线，除非有人在任务中展现了无与伦比的天赋。此时长善眼中闪过一丝诧异，没想到居然中了大奖。狩猎的好季节真名为帕比尔萨格，是一位熟练运用各种武器进行狩猎的战神。然而长善真正感到喜悦的原因并不是因为他，而是因为帕比尔萨格的母亲乃是上古恶龙提亚马特。作为古巴比伦最古老的神话传说之一，其实力毋庸置疑，保不齐能和神王宙斯斗个旗鼓相当。能引起这样的大人物注意，看来他对于长善的短剑术非常满意。与此同时，系统再次发出提示：神作狩猎的好季节，好奇您接下来会展现出什么样的狩猎技巧。闻此，长善透露出一股无与伦比的自信，我会让你看看什么叫真正的狩猎。画面一转，长善独自一人来到了充满毒气的丛林。普通人若是毫无防备的进入，没一会就会成为魔兽的盘中餐。既然要让狩猎的好季节看到不一样的风采，那么就用专门狩猎蛇的捕蛇人风格来让他看看什么叫狩猎吧。就在这时，长善的身后突然冒出2只黑曼巴蛇，如惊弓一般朝着他飞速袭来。然而长善更快，一瞬间掏出短剑并闪身来到怪物身前，刹那间冰冷的利刃将黑曼巴一分为2。此刻的长善如同死神降临一般，无情地收割丛林中黑曼巴的生命，甚至吓得黑曼巴将长善识别为种族的天敌，成功让其恐惧。然而长善并不打算就此停手，如同猎犬一般紧紧咬住黑曼巴的尾巴，不断蚕食着丛林中剩余的魔物。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您已获得称号黑曼巴蛇的屠戮者，效果力量加5，且能够激发蛇系生物的恐惧。此刻长善逐渐陷入杀戮的刺激和喜悦，这种只有昔日在阿卡迪亚才能感觉到的恐惧让他无比快乐。直到丛林中的最后一条黑曼巴蛇被击杀，长善才停下了他的脚步。然而这一惊天动地的傲人战绩不仅没有得到神明的关注，反而成为了长善死亡的催命符。如此傲人的战绩让男人很快就引起了神明的注视，于是长善趁热打铁，将目标移至黑曼巴族群的王，血腥的黑曼巴。要知道，对于一个不到10级的新手来说，打败领主级怪物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可若是长善能独自一人击败，那这将是引起更强大神明们关注的绝佳机会。更重要的是，血腥黑曼巴具有一只独特的毒牙，能让长善获得神级技能万毒不侵，而这也是唯一能获得这个技能的时机。想到这里，长善咬紧牙关，愤恨不已。在上一世诸神黄昏那一场惨烈的战役中，他战败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中了世间最恶毒的诅咒和毒素盖亚的诅咒，极大的降低了他的判断力和战斗力，才导致战败的。所以为了复仇，他必须得到这只毒牙。然而就在这时，生锈的铁剑因为耐久度耗尽骤然碎裂，这一幕不禁令他有些心态崩溃，怎么刚好在他夸下海口的时候碎裂了？不过转念一想，一把最垃圾的武器能支撑到现在已经是非常不容易了。然而就在这时，天空突然传来尖锐的破空声，紧接着一把锋利的砍刀刺入地面，吓得长善以为是敌人来袭。然而见多识广的他一眼就认出了这把武器，
这乃是上古神明提亚马特制作的圣器之一。恶龙的獠牙，仅凭其刀身散发出来的气息，都让常善暗自心惊。可这却让他心中敲响了警钟，因为神明从来不是救人于水火之中的善良之辈。果不其然，神座狩猎的好季节提议以此为赌注，要跟常善进行对赌，若是失败，将会被浪费其时间为由夺走他的生命；反之，这把龙鳞的纹路将是他的囊中之物。闻此，常善拔出大剑，并同意了这场对赌。所以你们需要我做什么呢？听到这话的神座表示非常开心，并且表示十分欣赏常善豪迈的气概。画面一转，位于地牢的安全区中，一名身材魁梧的男子喝住了吵闹的众人，并亮明了自己的身份：我是隶属于国家安全支援司令部的 C 级玩家朴海成少尉，请各位按照紧急训练，并遵循我的指示。一开始众人还不相信，直到确认朴海成出示的证件是真的后，才长呼一口气，幸亏我们这里有一名玩家，不然此次难度的地牢恐怕没有人能活着出去。这时有人突然提起那个一显示地牢任务就冲出去的家伙，现在也只能祈祷他平安无事。此时也有人猜测到，那人说不定是玩家猎人，专门狩猎怪物，为了获取高额报酬。闻言，黄毛扑哧一笑，说不定那家伙比在座的更有钱哦。正当其他人疑惑他是怎么知道的时，黄毛自信地表示他是 ST 乐队的队长暴君，凭借帅气的脸庞和极差的人品，在娱乐圈闯出了不小的名气，还拍了不少广告。更有传言说他本身就是一个富二代，并且根据媒体爆料，自从他隐退之后就染上了酒瘾，世间没有任何东西能激起他的欲望。说不定他这么冒险，就是因为他活腻了吧。话音刚落，系统就传来了连绵不断的提示面板。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地牢中的黑曼巴蛇已被全部清除。还不等众人有所反应，白色蠕虫已被全部清除，蓝鸦已被全部清除。玩家李长善正在大杀特杀。冰冷的系统提示音让朴海成脊背一凉，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国内有这样勇猛的人才。毫不夸张地说，现在李长善所展现出的战绩，只有传说中的神明才有可能做得到。与此同时，李长善肆意地发动技能剥夺灵魂，而他之所以敢在神明的注视下这么做，是因为他有自信。现存的神明没有一个能看出他的天赋属于哪个体系，毕竟谁能想到，一个刚刚进入地牢的新手，其实是获得冥王加护的对象。在吸收完所有的灵魂并恢复体力后，系统发布突发任务猎人的证明，这反而让常善感到疑惑。在经过系统解释后了解到，由于近期狩猎的好季节神格停滞不前，为了收集信仰之力，他迫切的需要培养使徒和神官，可他所看上的人目前都拥有了守护星，才不得已来到新手区观察新手。得益于常善出色的实力，狩猎的好季节将您视为使徒候选人，所以从现在开始，请您手持临时武器，在24小时内击败血腥曼巴蛇。闻言，常善心中的疑惑解开。早在他是神明之时，就听闻提亚马特和马尔杜克之间就存在很大的矛盾，可随着矛盾越来越大，已经形成了不死不休的局面。虽然传闻有待商榷，但目前的形势对于常善来说是件好事，他可以从中薅到更多的好处。而且这把武器绝对不是一件平庸的武器，这可是用提亚马特的牙齿所制作而成，且具有人格的武器。然而贪婪的常善想要的远不止如此，随即抬头向狩猎的好季节追加赌注。从现在开始，我会在30分钟内打败血腥黑曼巴蛇。话音刚落，丛林中便发出了树叶的沙沙声。有趣的提议让狩猎的好季节欣然接受，可随后又厉声警告道：若是你失败了，那么我会让你求生不得求死不能。闻言，常善立马向着丛林深处奔去，可还没踏出几步，一只食人花突然从地面冒出拦在身前。如此庞大的身躯，却有着不符合常理的敏捷能力，不断的在土地中穿梭。对于新手来说，这种魔兽简直就是噩梦，因为他们具有超强的恢复能力，如果不能一击毙命，就会被白白耗尽体力而死，最后只能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沦为食人花的养料。可惜的是，他们面对的是从地狱重生归来的毁灭之神常善。只见他跃至半空中，看准时机将利刃刺入食人花，借助身体的重力在其身上划出一道巨大的伤口，随即转动刀柄，只听咔嚓一声，食人花便头身分离。可还不等他喘息片刻，又有更多的魔兽从四面八方袭来，这一切都透露出一丝诡异，似乎在有意的消耗赌约时间。然而常善却丝毫不着急，因为在天界的同一时间，有关常善与神明打赌的消息被迅速传播。虽然一开始稍有质疑，可当看到常善高超的实战技巧时，神明纷纷对他表现出好奇。仅仅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有超过数十名神明和星星投来目光注视。然而突如其来的关注让狩猎的好季节不知所措，纷纷警告对常善感兴趣的神明和星星，表示您才是他先看中的候选人。看到这里，常善顿时心情大好，不仅达到了他想要的效果，获得众多神明的关注，还在新手区达成了唯一成就，冲破新手区的人才。这是为数不多常善能获得隐藏职业的机会，他可不会像前世一样因为无知选择毫无天赋的平庸职业。不过在前期刷出龙君或者暗王这样的稀有职业，应该是不太可能的，并且以现在的情况来看，狂战士将会是最佳的选择。虽然随着攻击力的提升会逐渐丧失理智，但常善有把握抵消这个副作用，并且唯有选择狂战士才有可能在这个赌约中获胜。毕竟在正常情况下，血腥黑曼巴可是连20级玩家都难以对付的怪物。然而当转职结果公布时，常善却傻眼了。转职列表中不仅没有狂战士，大部分还是辣鸡的不能再辣鸡的低级职业。此时的常善骑虎难下，背后就是被称为新人杀手的血腥黑曼巴，面前又是不足6分钟的时钟倒计时。可好在天无绝人之路，在翻到列表最后一栏时，出现了破坏力最强的新手职业符书
术士，就单论破坏力而言，甚至比彻底失去理智的狂战士还要强大。虽然会缺少一部分的近身搏斗能力，但凭借前世的经验足以弥补。于是长善不再犹豫，您第一次转职选择了符术士，获得5点敏捷和智力，并新增加属性智力意志，习得初级技能符文篆刻符文制作。紧接着长善将之前积攒的55点自由属性点、30点分配到智力，25点分配到意志上。然而就在这时，血腥黑曼巴发现了躲在树后的长善，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袭去。然而长善更快，仅瞬间就躲开了这致命一击，紧接着发动技能符文制作，瞬间魔力侵染，双眼化为湛蓝色，随即将手横立于长剑之上，在神明不解的目光中划破指尖，以鲜血为引，在长剑的剑身之上篆刻上符文。随即系统提示音响起，您已成功篆刻爆发符文。眼前的一幕令神明为之震惊，一个初入地牢的新手居然对符文文字如此的熟练透彻。此时利刃在符文的加持之下，魔力如同巨浪一般喷涌而出，强大的威压就连空气都为之震动。您已耗尽魔力，作为第一次篆刻符文的奖励，爆发符文将在1分钟内发挥5倍的威力。随着长善发出一声怒吼，提起手中长剑与魔兽厮杀在一起，强烈的碰撞甚至在丛林中激起一道魔力浪潮，就连远在安全区的人们都能清楚地看到。此刻朴海城更是被这一幕吓得冷汗直流。从刚刚开始，丛林中就不断传来爆炸的声音，但是这最后一下比之前的任何一下都要响，就连远在安全区的他都能感受到爆炸所掀起的能量热浪。就在众人都不明所以时，系统突然发出提示音，玩家李长善正在突袭领主怪物血腥曼巴蛇。眼前的一幕让众人震惊的张大了嘴巴，更是让身为玩家的朴海城呆愣在原地。起初还不敢相信，可当看到烟雾中的十字金光时，他不得不相信，因为那是只有技能暴击才能出现的技能效果。这就表明李长善具备常人无法想象的战斗力。此刻一个从未设想过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滋生，似乎大家真的可以从地牢中安全离去。随着烟雾缓缓散去，两道身影从绚烂的烟雾中冒出。此刻双方都明白，这一击将决定生死与否。伴随着剧烈的爆炸声响彻整个地牢，漫天尘土再一次笼罩了整个丛林。片刻后，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已成功击败第一个领主怪物血腥曼巴蛇，已成功开拓第一块地牢区域。地牢排行榜已更新，第一名李长善，积分4999，第二名朴海城，积分1。此刻长善就如同战神一般傲立于山顶之上，就犹如朴海城再一次见证了那挥之不去的场景，人类新石王的诞生。就在长善击败了领主怪物血腥曼巴蛇后，他便粗暴将魔兽的脑袋丢至安全区，仅是身上残余的凶狠气息都将众人吓得胆颤心惊，生怕长善杀红了眼也给他们来一刀。在确认为首魁梧的男人是玩家后，长善毫不犹豫地向他发下命令，第一关的领主已经被我干掉，剩下的那些杂鱼就交给你们了。闻言，朴海城连忙表示可以腾出空地供您休息，哪曾想长善并不领情，自顾自地提起了魔兽的脑袋，头也不回地就向丛林深处走去。他可不想像个动物一样供人观赏，更何况他的体内还有着不可告人的秘密。而在长善离去后，安全区中的众人也是长出一口气，仅是与他同处一个空间所带来的压迫感就令他们心神不安。更有甚者形容长善就是一个魔人。闻言，男人哈哈一笑，若他真的是魔人的话，在场所有人早已驾鹤西去。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他们所说的每一个字都被长善听得清清楚楚。此刻长善轻笑一声，毕竟在新手区就展现如此强大的实力，他们这么想也不足为奇。随后长善来到一处空旷且安静的空间，为了避免有人打扰，原地篆刻了隔绝符文，能有效隔绝小型魔兽和其他玩家的干扰。随即长善换出系统面板，开始整理击杀 BOSS 以及赌约的奖励。除了最基础的3个任务奖励之外，还额外获得了2个成就奖励。于是长善率先查看2个成就奖励，在看到成就奖励的选项列表后，长善微微一笑，不出他所料，目前等级太低，所以给予的奖励也不会好到那里去。更何况恶龙的獠牙已经足够支撑整个新手期，所以当下的最优选就是功绩点。在确定奖励后，长善一次性获得了15000点功绩点。虽说在新手期功绩点毫无用处，但是等到商城开放后，就能兑换许多具有超强效果的强大装备。换句话来说，功绩点就是人间中的钱。紧接着长善良打开状态面板，得益于他单枪匹马击杀了领主级怪物血腥曼巴蛇，他现在所展现的属性点，毫不夸张地说，一般30级的玩家都不一定能打过他。然而就在这时，一道叮铃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原来是有几位神明十分露骨地对长善表达了兴趣。愤怒的狩猎的好季节为此又一次警告诸神，甚至搬出了自己的母亲上古龙神提亚马特。随即狩猎的好季节询问长善，作为对赌契约的额外奖励，你希望获得何种奖励？随后在长善震惊的目光中，以为你开启龙的宝库，无数珍贵的宝物在长善的面前一一展现，这其中任意一样东西拿在外面，都能引得无数人为之疯狂。然而长善心中早就有了准备，在众多神明困惑的目光中，长善关闭了奖励清单，并且由于未选择任何奖励，未获得的奖励转化为100万功绩点。因为他十分清楚，若是现在就收下奖励，未来必定会被他们的敌对神明帕比尔萨格使绊子，并且有传闻说，奖励系统可以进行累计，在关键时刻使用会有意想不到的效果。然而这一举动惹得狩猎的好季节面色难看，不过好在还剩下一个奖励使徒候选人，哪曾想长善一点面子都不给，又一次拒绝了这个普通人梦寐以求的奖励。闻言，狩猎的好季节顿时暴怒，从来没有哪个人类胆敢如此戏耍他。愤怒的他在离去前朝着长善猛烈的咆哮：“你一定会后悔的！”殊不知长善不但不害怕，
反而还是不一而为之，因为他十分清楚，只要他表现出巨大的价值，那么就会源源不断的收获神明的庇护，并且在未来薅更多的羊毛。目前一切都在常善的计划之内。随后他便转过头去，接下来就是进入下一阶段。紧接着他就拿起长剑，开始解剖血腥曼巴蛇的尸体。这种领主级的怪物浑身都是宝物，而与此同时，遥远的安全区却不是那么平静。当所有人都在为活下来暗自窃喜时，黄毛却对常善表现出了极大的敌意，或者说是绝对的嫉妒。他不相信一个酒鬼凭什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而他接下来的话语更是令同伴觉得他疯了。没错，我肯定能做得到，我好像在这里觉醒了某种天赋。而在他的眼前，正是系统面板显示的提示信息：神作穿透黄昏的猫头鹰对玩家全中才的天赋，表现出了浓厚的兴趣。闻言，同伴顿时震惊不已，因为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在接受过觉醒测试后的人还能再一次的与神明进行链接。然而就在此时，天空突然传来一道刺耳的破空声，还不等众人有所否，就重重地砸向了安全区中的人们。待到烟雾散去，来人正是 H 频道的管理员兔子使者，可爱的外表让众人瞬间就放下了警惕。可随后又发出疑惑，为何这个时间点会出现管理员？闻言，管理员解答道：“这是因为我需要获得大家的谅解。按照正常情况来说，管理政策是不干涉并给予各位更高的自由，可由于此处地牢热度暴涨，上级领导不断对其进行施压，这是管理员突然一改之前的可爱模样。对不起了各位，我要对难度进行一下调整。”还不等众人弄明白，只听见管理员打响手指，守护他们的安全区骤然碎裂。紧接着系统提示音在耳边响起：更改地牢难度，撤销安全区，怪物将变得更具有攻击性，怪物的攻击力和防御力得到了显著的提升。此刻，朴海城再也保持不住之前的云淡风轻，昔日惨烈的一幕又一次在眼前乍现，尸骸遍野，破败不堪，迎来的却是神明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我们感到非常失望。而这一切正是神明为了测试天赋出众的新者是否具备成为使徒的能力而特意准备的仪式筛选。此刻朴海城陷入了无限的自我否定，难道他又要再一次眼睁睁地看着大家牺牲？神明真的就这么看好这个家伙？这时管理员突然出现在朴海城的身后，让他十分诧异的是，管理员不仅知道他的名字，还知晓他是地牢恶龙洞穴的唯一幸存者。闻言，一抹寒意直冲天灵盖，甚至在离去之前，管理员阴森地表示，管理局可是一直在密切的关注你。随着倒计时清零，管理员也随着话语消失在原地。还不等朴海城回过神，远处就传来了凄惨的喊叫声。毫无战斗力的普通人，在失去安全区的那一刻，瞬间就成为了待宰的羔羊，等待他们的只有沦为魔兽肚子中的美食。可就在这时，人群中突然冲出一道身影，而冲出之人正是刚刚被神作幻魂的猫头鹰选中的全中才。此刻他浑身充斥着自信，在神明的庇护下，眼前的魔狼就如同小狗一般不堪一击。然而在他无法知晓的角落中，系统面板突然发生了变化，神作的名字变成了一串乱码，而他的眼眸中也莫名充斥了一抹不正常的红色。与此同时，远在丛林中的李长善终于取出了他想要的毒牙，只需要再配合其他道具共同使用，他将会是第一个获得万毒不侵体质的人类。可还不等他高兴，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就将他拉回残酷的现实。即将开放第二片区域，神明们无比期待你接下来的表现。让长善没想到的是，居然这么快就开始进行筛选仪式。本以为还能稍作休息轻松一会儿，看来是因为欺骗了狩猎的好季节，导致他受到了不少星星和神明的关注。打开属性面板一看，现在的长善可以说比白纸还要脆弱，近乎见底的生命值和魔力值都是算小事，最要命的是体力值。然而眼下的情况已经不支持他休息恢复体力，因为不管他跑到哪里，都会冷不丁的冒出一只魔兽。烈火蜥蜴就如同它的名字一样，炙热的火焰瞬间焚尽了周围的一切，普通人看到肯定会第一时间逃跑。然而长善却不一样，此刻他心中早已乐开了花。根据地牢规则，第一片区域是生物毒，第二片区域是火毒，那么接下来的顺序就是冰毒、矿物毒、腐蚀毒。这么说来，他现在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储存火气。只见烈火蜥蜴率先发起攻势，火焰如流星一般飞射而来。好在长善身手敏捷，起身跳跃躲过了火海的吞噬，紧接着再度飞跃来至半空中，趁着蜥蜴发动攻击的后摇，脑足了竟在他的背后划出了一道长长的口子。剧烈的疼痛感瞬间让蜥蜴失了分寸，不顾一切的朝着前方吞吐着火焰，只为了快速结束这场战斗。但长善也是这么想。只见其挥剑劈开火焰，如鬼魅一般游走在蜥蜴庞大的身躯上，并刺入长剑。而如今更是时机已到，举起长剑一跃而起，以摧枯拉朽之势一剑斩断了魔兽的脑袋。这场战斗长善虽然赢得很轻松，可若是成群结队前来袭击，那么以现在的残存的体力值，会造成很大的麻烦。随后长善将手伸进蜥蜴高达1000度的尸体中，抛出了一个火红的球体火射力，紧接着又毫不犹豫地吞了进去。高温在空腔中带来的巨大疼痛感，让长善的表情都变得扭曲，而在痛苦之下带来的是耐火性的提升以及火气的积累，直到他再也忍不住，空中如同变戏法一般吐出火焰。然而这点火射力根本不能满足长善，他需要吞服更多的射力，才能完成万毒不侵的第二个条件——八卦炉的热气。而他需要在最快的时间内收集足以点燃炉子的火种。而长善如此迫切需要得到技能万毒不侵，是因为这乃是他的宿敌黄道12宫之天蝎座的专属能力。作为专属能力，其变态的效果不在于能免疫世间所有毒素，而是能将各种毒素重新组合，转变成杀人于无形的血毒。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上一世长善即使拥有超越天蝎座的战斗力，却依旧在中了盖亚的诅咒的那一刻，神格瞬间崩溃，最终在战斗中落败。若不是在地狱中获得了机缘，在冥王的安排下从部分坠落的星星学习秘术，否则他一生都将处于天蝎座的毒威之下。而坠落的星星是一群被关押在冥界的罪犯，虽说是罪犯，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为黄道12宫的死敌。而其中名为伊老的神明，更是因为天蝎座失去了女儿，
因此在他的悉心教导下，长善学会了通往万毒不侵的捷径。可在他击杀周边所有的蜥蜴后，所储存的火气依旧不足以点燃八卦炉。于是长善立马向丛林深处奔去，他需要找到魔兽的大本营，只有吞服从更强的魔兽身上掉下来的舍利，才足以点燃八卦炉。与此同时，在丛林外围获得神明庇护的全中才此刻如同战神一般，烈火蜥蜴在他的手中不过玩物。若是能照着这个势头下去，说不定能把李长善踩在脚下。可当他打开地牢排行榜时，却呆愣在了原地。不管他如何努力，与李长善的差距依旧是那么的遥不可及。嫉妒与不甘瞬间冲昏了他的头脑，他无法相信，凭什么那个家伙能如此强大，甚至笃定他是用了什么邪魔外道。这时圣座突然发来消息，既然这样，你也可以不择手段。恶魔般的细语瞬间点燃了全中才嫉妒的内心。此刻他彻底陷入疯狂，为了能将李长善踩在脚下，他甚至可以付出一切。而在他同意的那一刻，地牢中危险不再只有魔兽，还有人。与此同时，在丛林的另一侧，凭借人数的优势，让众人勉强抵御了一波又一波的魔兽浪潮。可随之而来的却是大家越来越重的嫉妒心。当看到几天前还与自己一样的普通人摇身一变成为神明候选人，心中难免会有些落差。这时全中才突然站了出来，表示神明刚刚回应了大家的祈愿，只要有人愿意信奉于他，那么神明就会赐予他至高无上的力量。画面一转，一只陆行魔兽正疯狂地向丛林深处逃窜。此刻他慌张的模样，让人根本想不到他是傲视一方的领主级魔兽。恐惧已经完全席卷了魔兽的内心。可还不等他跑出几步，一道人影骤然出现在上方，只听见咔嚓一声，魔兽就被送进了地狱的怀抱。紧接着长善一把抓住舍利子，一口将其吞了下去，强大的火力瞬间席卷全身。该说不说，不愧是领主级的魔兽。这时洞穴深处突然传来一声尖叫，长善转头望去，只见一名少女被一只凶恶的巨熊追赶，眼看花季少女就要命丧当场，下一秒巨熊在他的眼前突然一分为二。见状，长善连忙询问是否安好，哪曾想少女不但没道谢，反而还大哭起来，表示长善是怪物。闻言，长善顿时慌张的不知所措，连忙安慰道：“我不是怪物，是跟你一起来到地牢的李长善。”在少女冷静下来后，长善询问为何只有一个人。闻言，少女掩面抽泣起来：“所有人都死了，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其他人，全部都被全中才抛弃了。”紧接着伸出手臂解释道：“那个混蛋欺骗了大家，说这是能够共享神明之力的契约烙印。”见多识广的长善一眼就看出其中问题，这不是神明的烙印，而是恶魔的烙印。这个烙印意味着，在你契约的那一刻，你就将灵魂献祭给了恶魔，并且真正的穿透黄昏的猫头鹰烙印不长这样的。而全中才这么做的目的很简单，那就是变强。只要拥有烙印的人死亡，那么他的生命力和灵魂力都会被他抢走，并且永无来世，是个十分恶毒的契约烙印。可令长善感到非常奇怪的是，这个烙印的水准水平未免也太高哦，能做得如此完美的，起码也是魔物级以上的大恶魔之手。可随后长善就在少女震惊的目光下，头也不回的离去，毕竟对他来说毫无影响。见状，少女连忙一把抱住救命稻草，哭爹喊娘的祈求长善帮助。最终长善还是心软下来，不过在此之前得考验一下他。随即用手指一点将少女推开，从火纹熊将你救下来，已经足够意思了吧？闻言，少女急忙证明自己的价值，无论是什么我都愿意去做，清扫洗衣服做饭样样精通，所以请您帮助我变强吧。看着少女眼中坚毅的目光，长善改变心中对她的看法，她似乎没有想象中的那么柔弱。所以你想为你的朋友们报仇雪恨吗？闻此，少女掏出了最后一块珍藏的巧克力，不舍得递给长善。在长善拒绝后，再一次询问道：“你真的能做到刚刚说的一切吗？”在得到少女的肯定后，既然如此，那就先给你修改烙印吧。与此同时，全中才周身围绕着诡异的黑色气息，连绵不断的系统提示音在他耳边响起。在他的悉心照料下，无数的玩家因为意外死亡，变成了全中才变强的养分。此刻他能清晰地感觉到体内所蕴含的力量在逐渐增强，就连神明都对他的成长表示十分满意。只要能找到领主级怪物的所在地，再制造一场英雄戏码，当所有人为了英雄的诞生而献出生命的那一刻，那么他将成为这个地牢中最强的玩家。他势必要让李长善坠入无尽的深渊地狱，就像他曾经对他做过的那样。画面一转，在长善的悉心教导下，少女的实力可谓是焕然一新，即使面对数个狂风同时袭来，都能灵巧地从中安全脱离。随后更是直勾勾地冲进丧尸群中，并发动魅惑符文。在魅惑符文的魅惑下，丧尸瞬间被控制在原地，就算被人割掉脑袋都没有任何反应。长善如同死神一般游走在丧尸群中，成为一个无情的收割机器。而这正是长善根据少女的特点指定的战术。虽然少女的战斗能力极差，但是对于逃跑却有着极高的天赋。于是长善将魅惑符文篆刻在少女身上，这样丧尸的注意力就都会集中在她身上，而少女极快的速度足以将这些丧尸耍得团团转，剩下的就交给长善一一解决即可。在解决掉在场的丧尸后，长善询问这是否是最后一只。闻言，少女立马飞奔至他的身后，苍蝇搓手地回答道：“是的，我已经按照您的吩咐，将方圆300里的怪物全部吸引过来，并且准备的东西也准备好了。在离去之前还特意确认了是否能运作。”闻此，长善叮嘱少女尽量离这里远一些，因为他也没有把握在接下来情况能保证少女的安全。然而此时的少女眼神中更是充满信赖，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定会跑得远远的，随后头也不回地离去。然而就在这时，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气息忽然出现在了长善的眼前。此时长善正叮嘱少女一定要远离此地，然而话音刚落，一股令人毛骨悚然的黑暗气息突然出现在他的身前。还不等他有所反应，系统提示音响起，最后一只领主级怪物腐败的瘟疫蜘蛛已出现，仅是体表散发的毒气都令长善暗自心惊。对于没有任何毒性抗性的玩家，摄入一点都会立即毙命。紧接着瘟疫蜘蛛挥舞着利爪刺向长善，强大的力量瞬间撕碎了大地。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令少女震惊，只见如大山般魁梧的蜘蛛傲立于尘土中，
全身布满让人不寒而栗的蓝色眼球，巨大的体型差让原本不可一世的长善如同蚂蚁一般渺小。不仅如此，毒气和尘土也极大的干扰了长善视野及判断力。发动技能蛇瞳，一瞬间，他的感知能力提升到极致，瘟疫蜘蛛的一举一动都会被尽收眼底。这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神作环绕世界的蛇非常看好您的价值，并且对您降下了恩赐。技能蛇瞳临时变更为毒蛇之头。在新技能的加持下，长善的感知力和判断力得到了大幅度的提升，仅一眼就看破了瘟疫蜘蛛的薄弱点，只要砍断就能对其造成重创。不过在此之前，长善需要借助毒气提升实力。紧接着炙热的火焰从口中喷涌而出，浸透至体内的毒气正在迅速的被积攒的火气清除，达成成就，获得离火本源，获得体力值+5，火属性得到极大的强化。随即长善闪身来到瘟疫蜘蛛的身前，一刀将其利爪砍断。剧烈的疼痛让瘟疫蜘蛛发出惨烈的嘶吼声。经过刚刚的操作，长善已经获得了点燃八卦炉的火焰，接下来就是需要点燃八卦炉的媒介，而最好的媒介就是毒素，尤其是瘟疫蜘蛛的毒线。此时长善的眼中闪过一丝金光，在技能的加持下，瞬间就锁定了毒线的所在位置。随即长善举起长剑，狠狠地刺向瘟疫蜘蛛的身体。可令他没想到的是，他的全力一击竟然连瘟疫蜘蛛的外壳都打不破，甚至没有损伤一丝一毫。还不等他刺入第二刀，瘟疫蜘蛛体表上的人头一同对准了长善，翠绿的毒素瞬间朝着他喷射而来。好在其身手敏捷，都被他一一躲过。此刻长善也是明白，仅是3天的苦修是根本不可能单独击败一只最终领主级 BOSS， 所以他决定36计跑位为上计，一溜烟的从瘟疫蜘蛛的眼前消失。与此同时，在丛林的另一侧，当全中才赶到第二区域时，看到的只有一地的怪物尸体。眼前的一幕瞬间让全中才的面貌扭曲，他不相信凭什么李长善能独自一人在短时间内击杀如此多的怪物。可紧接着系统的提示又瞬间让他呆愣在原地，有人正在创造伟大的成就。此刻的李长善以绝对的分数傲立在排行榜第1名，不管全中才怎么努力，甚至连其的一点零头都赶不上。此刻全中才开始崩溃，内心开始动摇，甚至慌张的不知所措。他想破脑袋都想不到，一个普通人为何会在短时间内变得如此强大，就连获得神明恩赐的他都无法跟上他的脚步。更重要的是，若他再不做出优秀的成绩，愤怒的神明必定会将他撕成碎片。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玩家李长善正在与腐败的瘟疫蜘蛛进行战斗。闻此，全中才立马朝着丛林深处奔去，只有干掉李长善，他才能活下来。画面一转，在长善刻意的逃跑下，终于是将其带到了准备已久的秘密坑洞中。然而毫不知情的瘟疫蜘蛛还为此感到非常兴奋，似乎蝼蚁挣扎的样子让他感到十分有趣。可就在他落地的那一刻，地面骤然崩塌，瘟疫蜘蛛庞大的身躯瞬间陷入地面动弹不得。紧接着长善发动早已篆刻好的符文文字，一瞬间巨大的爆炸声响彻整个丛林。在爆炸符文强大的破坏力下，瘟疫蜘蛛陷入了烧伤状态。可还不等他挣脱，贯通符文接踵而至。瘟疫蜘蛛原本无坚不摧的外壳，在贯通之力下犹如一张白纸一般不堪一击。然而之前的符文都是开胃菜，真正的陷阱才刚刚开始。此时瘟疫蜘蛛拖着重伤的身躯从坑洞中爬出，他迫切地渴求人类的血液，以此来修复自身的伤势。这时闻到了一股令他沉醉的香气，待他抬头一看，瞳孔骤然缩小，只见长善干手抓在绳子上，轻蔑地看着重伤垂死的魔兽。不愧是领主级怪物，血条可真厚。不过接下来的攻势你能承受住吗？说罢，长善一刀割断绳子，无数巨毛如同迅雷一般倾泻而出，瞬间贯穿了瘟疫蜘蛛本就重伤的身体。求生的本能在此刻攀升到极致，瘟疫蜘蛛丢弃了作为领主级怪物的一切尊严，疯狂地向外逃窜。可他这如大山一般的身躯又能逃到哪里去？只见长善再度拉动绳子，又是一组巨毛倾泻而出。这一次的攻势比之前的还要猛烈，巨毛如同雨点一般倾洒在瘟疫蜘蛛的身体上。与此同时，全中才带领众人赶到。可当他看到眼前的一幕时，却又心生胆怯。他明白现在冲上去根本没有任何胜算，只能等到其精疲力尽之时，才能给予他致命一击。这时全中才突然灵光乍现，只要将这些普通人也牵连进去，那么胜算就会更高。若是还能有人质，那就更好了。这时远处的一道身影突然引起他的注意，飞速奔跑之人正是之前逃跑的少女。此刻在全中才看来，天时地利人和他全部占据，这一战他必胜。与此同时，长善在经历了2分半的大战后，他成功击杀了瘟疫蜘蛛，并获得了点燃八卦炉的媒介毒线，随即在众人不可置信的目光中一口吞了下去。可就在下一刻，磅礴的毒气从他的体内爆发，无边的毒素断绝了四周的一切生机，甚至包括他自己。与此同时，连绵不绝的系统提示音响起，由于长善出神入化的表现，数十位古老且强大的神明想与他建立联系，甚至不惜为此大打出手。可就在这时，隐藏在暗处的全中才终于按捺不住，在多次确认长善因为战斗脱力晕倒后，随着他一声令下，众人如同疯狗一般倾巢而出，势必要将长善撕成碎片。可还没等他们跑出几步，眼前的一幕却令全中才心生胆寒。只见长善嘴角勾起一丝莫名的微笑，随即在众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缓缓起身。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在众人的耳边响起，玩家雷长善及周围所有人都陷入了陷阱。闻言，众人瞬间没了之前的云淡风轻，恐惧的情绪令身体不断颤抖。全中才更是不可置信的张大了嘴，此时他才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究竟有多么的愚蠢。只见一抹寒光至长善的眼中闪，随即戏谑地朝着众人嘲讽道：“欢迎来到我为你们准备的舞台。”见状，众人决定孤注一掷，浩浩荡荡地举起手中利刃朝着长善袭去。然而这群乌合之众根本不是长善的对手，身形所过之处皆无活物，巨大的实力差距让众人害怕的连连后退，甚至神明都饶有兴趣地发布了一则突发任务逃离伏击。可还不等众人跑出几步，只见2道刀光骤然闪过，
仅在一瞬间就将两人秒杀。见此，玄宗才决定挥起匕首发起反击。他相信凭借现在的实力，起码也能跟常善来个6、4开。可随着双方的利刃相互碰撞在一起，玄宗才很快就为了这一举动付出惨痛的代价。他的右手以诡异的姿势扭曲了整整8拳，剧烈的疼痛让他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见此，常善戏谑一笑，手中长剑狠狠地刺入了一旁坚硬的岩石，可坚硬如他都无法承载常善强大的力量，哐当一声碎裂开了。这一刻，全中才的内心已然被恐惧填满。为了活命，他不顾一切地向其余人下达命令：快给我拦住他！你们这群废物！然而这些人在常善的手中只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任人宰割。与此同时，在山峰的最顶端，朴海成默默地注视山底下发生的一切，就如同他所猜想的一样，全中才不过是神明无聊时随意打发的玩物。他们从一开始真正看中的就只有雷长善一个人，全中才只不过是在雷长善新手引导中让节目更为吸引人的装饰品罢了，就像那时的他一样。而此时的全中才彻底变成疯子，开始疯狂屠戮身边的同伴。而随着最后一人倒下，他的嘴角终于勾起一丝微笑。被诅咒的玩家又正云已死亡，依照烙印协定，您将获得他们剩余的生命链。可还不等他高兴，契约所链接的黑色丝线骤然断裂。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契约失效，获取生命力失败。紧接着，常善身形闪动，如同迅雷飞袭至他的身前，手中利刃化作雷霆猛地刺出，以雷霆之势斩断他的右臂。痛苦的哀嚎声瞬间响彻整片森林。然而更加令他崩溃的是，本该属于他的生命之力并没有朝着他涌来，反倒是被常善一一夺取。肉体和精神上的双重打击让他的瞳孔失去聚焦，嘴中喃喃自语道：“这不可能。”见状，常善反复咀嚼全中才这个名字，因为这3个字让他莫名的耳熟。随后猛地抬起头望向面前的男人：“你终于想起我是谁了吗？”然而常善却挠了挠下巴，表示：“不好意思，我还是想不起来你是谁。”殊不知这句话正是压垮全中才的最后一根稻草。他愤怒地朝着常善咆哮道：“你怎么可能想不起我是谁？就是因为你，我才在最好的年华里被踢出队伍。”闻言，常善猛地转头并吃惊地看向他：“原来是你啊！”可随后又一脸不屑地望着全中才，那个跑来跟我抱怨自己被踢出队伍的，那个一脸见不得人的样子，声泪俱下的和我抱怨的人，过了这么久，你那见不得人的样子真是一点也没变。闻言，全中才瞬间被点燃，此时的他彻底失去了理智，他不服气地辩解道：“我见不得人，现在的我早就不同往日，现在的我可是有神明大人在支持。”然而话音刚落，冰冷的系统提示音就响起，神圣的存在冷眼看着他那一无是处的可悲奴仆。闻言，全中才不可置信地望着天空，难道我又是你故事里的一个龙套？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您没能完成突发任务，逃离伏击。此刻全中才崩溃的怒声大喝，不甘且后悔的泪水疯狂从眼角流淌而出。若是那时没有因此而嫉妒雷长善，若是那时没有因为鬼迷心窍跟在他身后，他也不会因此被卷入其中。而随着一阵刀光闪过，被诅咒的玩家全中才已死亡，紧接着无数诡异的黑色气息自他的嘴中喷涌而出。依照烙印限定，您剩余的生命力将归还速度。一瞬间，海量的生命气息倾泻而出，随即在众人震惊的目光中朝着常善席卷而去。此时系统提示音响起，由于能量过于庞大，完成吸收需要一定时间。然而就在这时，一个诡异的阵法在常善脖颈处发动，磅礴的能量顷刻间全部涌入他的身体。与其黑色气息大不相同的是，常善此刻感觉如同吃了颗百年仙丹一般，体内的力量在疯狂的增长，只不过质量却不怎么样。见此一幕，就连神明都忍不住发出赞叹，一个普通人居然具有篡改高级烙印的能力。于是乎，神圣的存在决定为这场有趣的演出赐予常善。下一刻，鲜血从众人的手臂中爆射而出，鲜血形成的血柱将他们高高挂起，就如同砧板上的羔羊一般任人宰割。见此，朴海成心头猛地一惊，因为这并不是奖励，而是一场神明针对常善的测试。若是没有达到他们的预期，那么他的一切存在都将会被抹除。而当他看到常善那毫无波动的眼眸时，朴海成就明白了，常善没有理由拒绝神明的礼物，他已经决定要吸收所有的生命力。然而就在下一秒，常善却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按下了拒绝按钮，这一举动更是令神明们大为不解。对此，常善只是冷漠地回答道：“我无法相信一个完全匿名的神明。”神圣的存在望着自己被隐藏的名字大笑一声，随即揭开了自己的名号。神圣的存在深渊大恶魔看向您，并露出了一个狡黠的微笑。见状，常善瞳孔骤然一缩，居然是深渊大恶魔梅菲斯特。在魔界，梅菲斯特是所有大恶魔中最为强大的恶魔，而他的强悍程度，就连上古龙神提亚马特都要事先准备，才能堪堪拿下胜利。不过话说回来，他以孤僻著称，不喜欢出现在众人面前才对，为何此时会出现在这里？就在常善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狩猎的好季节突然厉声警告道：“常善是他的所有物，若是敢打他的注意，必定要让你付出惨痛的代价。”听到这话，常善也是长松一口气，若不是他来了，常善还不知道该怎么办。而随着他通关了地下城，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在此刻响起，10秒后即将关闭地下城，请做好准备迎接冲击。然而这时远处一道声音响起，叫住了常善，来人正是他之前救下的少女。等一下大叔，请给我您的联系方式。闻言，常善只是冷漠地丢给少女一根骨头，去刀背上的地址就能彻底移除那个烙印。我对烙印并不拿手，至于能不能再会面，那就有缘再见了。伴随着倒计时清零，一阵耀眼的光芒自众人的眼前闪过。待常善再次睁开双眼，已然回到了现实世界。他坐在大桥的顶端，享受着来自故乡的气息。老头子虽然方法和你想的不太一样，但是我回来了。然而还不等他欣赏家乡景色，耳边就传来了连绵不绝的催促声。但面对这些嘈杂的声音，常善反倒是十分享受。毕竟从一开始，他认为能吸引2、3个神圣的存在就算得上是成功了。可没想到的是，由于他在教程赛中的出色表现，好些神圣的存在都对他产生兴趣，甚至可以说是整个人类历史中第一次出现如此多的神明和星座同时被一个候选者所吸引。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已形成任务场景保护神的抉择，玩家可以选择
择一位保护神，他会赐予你祝福与力量，请谨慎选择他们给的条件。您选择的保护神会与你终身为伴。话音刚落，神明们纷纷抛出自己的橄榄枝。狩猎的好季节自信满满的表示，只要选择他，你就会拥有近乎完美的狩猎技巧和剑术。然而面对这样的条件，神圣的存在却表示嗤之以鼻。若是常善选择他作为守护星，那么他将会许诺他成为其名下唯一的原初之剑。面对神明们抛出的诱惑，常善并没有着急去选择。在这些神明之中，对他有利的只有3位，分别是战争女神帕比尔萨克、尘世巨蟒耶梦加德以及深渊大恶魔梅菲斯特。其他的星座根本无法与这3位相提并论，除了那一位的存在。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神圣的存在破木之鹰对你表现出了青睐。闻言，常善嘴角情不自禁地勾起一丝微笑，而来人正是执掌智慧与战争的月亮女神密涅尔，也是梅菲斯特那枚印记的真正持有者。她是一位永远为正义而战的神，此刻对常善表现出兴趣，看来是因为他抵制住了刻印的诱惑并保护了他人。不过这样的结果也正是常善心中所希望，拜其所赐，倾向邪恶的天秤终于平衡过来了。然而随着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常善依旧没有选择他的守护星，就连系统都开始焦急地催促，9位神明都翘首以盼，等待着您会选择哪一位作为您的守护神。若是不做出选择的话，您将极大程度落后于同级别的人，建议您快点做出抉择。伴随着倒计时清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再度响起，由于您没有挑选任何一位守护神，达成成就一位魅力难挡的人拒绝了神的邀请，您的名气在神界大增，获得成就值10万业力。几位对您感到兴趣的神都对您的贪婪感到愤怒和震惊。片刻后，常善来到一处大楼下，望着眼前高耸豪华的大楼，常善只感觉到踏入其中比在地下城的时候还要困难。与此同时，在 WPCFF 协会 ，WPCCF 的全称是世界玩家自由委员会，是隶属于联合国安全管理办公室的组织。该组织致力于有效管理数十年前突然出现且完全逆转了地球生态的地牢和传送母。在有些时候，他们拥有极大的权能，甚至能跨越国家层面对事件进行调查。当然，这样的特权只有经营这个组织的上位者才能拥有。此时，在 WPCFF 协会大楼的办公室内，一女人正对着屏幕前破口大骂。此人正是协会3级代理人扎养恩，他独自一人在5天的时间里，不仅安全撤离了群众，拽着管理人员的领口去说服相邻国家，建立了一条全是警察和军人的警戒线，并且支援我们这才完成了紧急措施的部署。可结果却是迎来无耻媒体的疯狂谩骂，并且更让他恼火的是，属于协会内的1级情报却被媒体大肆宣扬。蒙面人聊到底是谁？但幸运的是，媒体似乎只把他当做一个小新闻，并没有把精力全部放在他的身上。毕竟谁会相信一个新手玩家在第一次出场就杀穿了2星地牢，然而消失的无影无踪？这种看似根本不可能的完成的战绩，让扎养恩想破脑袋都想到不到他是怎么做到。不过像这样的人才，他们必须在其他集团联系他之前找到他。可不管他们怎么努力，翻遍了所有摄像头都没有踪迹。就在这时，扎养恩身后突然传来一声惊呼，吓得他心脏病都差点复发了。我们找到他了。闻言，扎养恩连忙询问到他在哪，可下属的回答却让他下一秒愣在原地。他不敢相信的再询问一遍，得到的回答依旧是他在家里。另一边，心中做足了建设的常善回到了家中，望着忙碌的母亲，常善心中感慨万分。而游荡在整个房屋内的中国泡菜更是让他精神都要飘走。对于他来说，已经是几百年没有吃过正常的食物了。而狗子在见到主人也是兴奋无比，不断扒拉着常善的裤脚。望着这一幕，母亲也是温柔的说道：“晚饭马上就好了，先去收拾一下再来吃饭吧。”许久未曾感受到的温柔让常善感觉十分的不真实。他轻声对怀中的钩子的说道：“我回来了。”片刻后，在餐桌上，除了常善在大口咀嚼食物的声音之外，没有任何一个人动筷享受晚饭，甚至没有说一句话。整个餐厅都显得死气沉沉，这也是常善上一世为何要逃离这个家的原因。随后，他的哥哥姐姐们更是饭都没吃，就起身离开去忙工作了。在这个家中，常善一直被认为是个怪胎。父亲的家族是一个大财团，他从中继承了一间大医院，而他的母亲则出生于文人世家，培养了许多法律人才和外交官。大哥跟随父亲的性格走上了医学院的道路，而大姐凭借其出色的音乐天赋，获得了许多极具竞争力的国际奖项。相比之下，由于常善从小沉迷于网络游戏，所以一直被当作怪人。想到这里，常善心中颇为苦涩。家里最小的孩子在消失数日后，才衣衫褴褛的回家，却不闻不问。然而就在这时，父亲愤怒地拍向桌子：“你就这样当个哑巴吗？”望着父亲无缘的愤怒，常善倍感疑惑。你母亲在知道蚕室出现了地下城大门，当场就晕了过去，并且一直有人来我们家说你极有可能被卷入了地下城之中。你哥哥担心你是被送到了急诊室，给首尔每间医院都打了电话。你姐姐不得不取消她的海外出差，留下来帮助你母亲四处询问。可你呢，穿着一身破烂的衣服回来，却一句解释都没有就开始吃饭，你怎么能吃得下去？就算是野兽的孩子也不会像你这样，不会体谅家人，什么都不闻不顾。若这是你想要的生活，那就请你出去，不要再给你的哥哥姐姐添麻烦。说罢，父亲就气愤拎起公文包离去，一滴细微的泪水从他的眼角流淌而下。闻言，常善顿时陷入沉默。见状，母亲连忙过来安慰道：“不要太在意你父亲说的话，毕竟他生气的时候总会不经大脑就脱口而出。”望着母亲眼角下的皱纹，此刻常善才意识到之前的自己是多么的偏执固执，愧疚的情绪一瞬间涌上心头。他一直都无视了，他总是等着家人先对自己表示关心，却从来没有想过先向他们伸出手。先回你的房间休息休息吧。对不起。闻言，母亲神情一愣：“对不起妈妈，我以后不会再这样了。”回到房间后，常善望着如垃圾堆一样的房间，感慨到自己以前这么糟糕的吗？随即抱起一旁的小狗：“我应该从哪里开始解开这团乱麻？第一件事，先将房间清理干净吧。”片刻后，常善疲惫地躺在床上，脑海中不断闪过刚刚发生的一切。平日里冷漠的哥哥姐姐，在他失踪的第一时间就取消了自己所有行程。一直以来已从不流泪的父亲，更是为此流下眼泪。想到这里，常善猛地从床上弹起，眼神逐渐变得坚毅起来。他必须证明自己已经改变了，不再是之前那个浑浑噩噩的酒鬼寄生虫。他得让家人们看到，他是一个能自己承担责任的成年人。如果能专注于自己的玩家生涯，说不定家人们能慢慢的敞开心扉。想到这里，常善嘴角不禁勾起一丝微笑。重生的生活比想象中的还要美好。
既然如此，那他就可以提前进入第二阶段。而想到第二阶段要捕获的神明，常善就不由得更加兴奋，整个脸颊布满青筋，满是凶狠之色。而将要被捕获之神，正是统治着这一片区域的统领者，被赋予称号陷入混乱的老虎的神明虚主。在上一世，他就是让常善接受神法审判的其中的一个幕后黑手，常善至今都无法忘却，在他被架上神罚台上时，陷入混乱的老虎那充满嘲笑的丑恶嘴脸。现在他恨不得立马冲过去将其撕碎。不过常善很快就冷静下来，虽然虚主如猛虎般凶残无良，却拥有着众多追随者，并且在他凶残的外表下还隐藏着狐狸的狡猾，想要将其引出抓住并不容易。而唯一能接触到他的地方，就是他所创立的帮派。自地下城出现的那一刻，众多神明和星星开始对地球投入目光，许多信徒团体收到了神明的保护和祝福，而这些团体被称之为帮派。而虚主就是为白虎帮提供保护的守护星。看到这里，常善不禁吐槽他其天赋的名字，就是因为自己是一头白虎，就取一个这么没有含义的帮派名。而在他的带领下，白虎帮俨然成为了 H 国的第一大帮派，人数众多且高手集云。看着这些情报，常善不禁有些无奈。现在的他并没有足以发动战争的实力，所以眼下最快能接触到的方法，就是去参加白虎帮的招募会，趁着这群蠢货还没发现之前，慢慢的从最底层斩断他们的手脚。不过在参加招募会之前，他得先完成一件至关重要的仪式。于是第二天一早，常善便独自一人来到荒郊野外，这是他花了一晚上的时间才找到的地方，因为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绝对不能被干扰，哪怕是人类或者动物一丁点都不行。接着就朝着丛林深处奔去，片刻后来到了一处十分寂静的地方，在探查方圆100里内都没有生物存在后，常善掏出刀子割开手掌，将血液涂抹在树上，写下咒语，紧接着一道翠绿的屏障拔地而起，随着屏障缓缓消散，常善的身影也随之一同消失。在准备好这一切后，常善大手一挥，打开物品，从中取出在地下城获得的数十个高危道具，紧接着一口咬破装满毒液的毒腺，下一秒磅礴的毒素从中迸发。而这正是易老教给常善点燃八卦炉的方法。想要点燃八卦炉，就必须在体内储存最纯洁的火能量，而想要将这些火能量转化为净化之火，其最佳的燃料就是毒素。而净化之火又拥有一个奇特的效果，任何有害物质在入侵身体时，都会被这团火焰燃烧殆尽，且有害物质越强，火焰就烧得越旺。当火焰燃烧到极致时，净化之火就能蜕变为八卦炉火，而八卦炉火能将所有的有害物质和积累在身体里的污秽全部燃烧净化，以此达到两两平衡。紧接着常善猛地将血曼巴蛇的毒牙刺进心脏，仅在一瞬间，毒素就传遍全身，超乎想象的痛感让常善忍不住仰天嚎叫。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您已完全吸收血曼巴蛇的毒牙，您发现了隐藏特性，您已得到蛇类毒液的基因，从现在起您可以制造少许血曼巴蛇的毒素。然而折磨并没有因此结束，反倒是刚刚开始。伴随着数十种剧毒之物刺入身体，常善的身体俨然成为了毒素的培养皿，磅礴的毒气如巨浪一般喷涌而出，其威力之凶狠，甚至在顷刻间就夺取了周围100公里内生物的生命。与此同时，系统冰冷的提示音响起，毒素已入侵您的五脏六腑，您现在命悬一线。闻言，常善立马将毒腺中的毒素投入口中，而随着最后一种毒素侵入他的体内，常善全身上下再也没有一块完好之处，诡异的绿色在其体表滋滋作响。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再次响起，5种毒素产生巨大冲突，您的中毒状态开始急剧恶化。闻言，常善依旧不为所动，任凭毒素肆意破坏他的身体，直到身体机能即将停滞的那一刻，磅礴的火焰自他的口中喷涌而出，瞬间将其身躯团团围住。在毒素的加持下，火焰愈燃愈烈。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您已成功点燃被遗忘的传说级古老圣火八卦炉火，您获得了使用八卦炉火的能力。而在八卦炉火不断的燃烧下，常善的身体开始不断恢复重组，直至体内的毒素被全部燃烧殆尽，达成成就浴火重生的凤凰。所有数值增加15，获得技能持续进化，其特性是能免疫被八卦炉火净化的毒素，获得技能毒血。此刻一抹前所未有的畅快感自常善的心中燃起，他终于达到了万毒不侵体质的第一个条件，免疫10种毒素。随即打开任务状态栏，望着面板上惊人的属性，常善很是满意，毫不客气地说，现在的他50级之内无人能敌。而接下来也是对于招募会来说最重要的准备，那就是获得武器。可眼下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事情，那就是获取武器。片刻后，常善来到圣水洞手工鞋街，眼前的街道破败不堪，杂乱无章，根本不像是会有着神兵利器的样子。而常善之所以会来到这里，是因为在离开地狱之前，冥王特地提到，常善在前世作为毁灭之神，其最为独特的特性就是武器多样化。这意味着在他回归的时候会需要大量的武器来保证自己的实力，也就意味着常善需要一个能满足其多元化武器的铁匠。一般来说，像这样熟练打造多种武器的人才是很难出现，就连神界中也不曾出现这样的角色。然而在这个连门牌都没有的商铺中，就存在着世间铁匠的最强者欧爷子。望着面前腐朽破烂的门锁，常善可以预测出这家店起码关了5年了。可尽管如此，从铁门缝隙中不间断暴露出的气息，就能让常善确定他没有找错地方。那浓郁的神火气息，说明里面的熔炉已经许久未曾熄灭，就连狩猎的好季节都忍不住瞪大双眼，表示他从中嗅到了好铁的味道。于是常善当即哐当一声砸碎铁锁，下一刻映入眼帘的是满地的遍布灰尘的铁剑。在环视1周后，此刻常善更加确定自己没有找错地方，因为这些被任意丢在地上的武器，每一把都能在外界卖出天价。就在这时，一把破烂不堪的袖剑吸引了常善的注意，随即将其拿起仔细端详，剑身通体布满锈渍，无一处完好之处，似乎只要稍一用力，长剑就会当场碎裂。可长剑传来的气息却令常善感知到了他的不凡，直至在看清剑身的某一处时，他的瞳
瞳孔骤然一缩。可就在这时，身后突然传来一道声音，回头望去，只见一身材高大的黑影牵着一头巨狼站在门口。且更让常善惊讶的是，此人还是个盲人。在盲人知晓常善的来意后，他像看傻子一样对着常善嬉笑道：“你这家伙可真是搞笑，居然会找一个盲人来定制武器，是说你胆子大，还是说你有钱没处花你？”闻言，狩猎的郝继杰连忙点头同意盲人说的话。像这样高质量的武器，不可能出自一个盲人的手中。说罢，盲人便牵着小狗离去。若你是来嘲笑我的，那么你已经做到。这里的铁匠早在很久之前就离开了。闻言，常善微微一笑，话虽如此，但熔炉的火焰依旧没有熄灭，而且你右手上的剪子看上去也是新的。然而这句话似乎像炸药一般，一点就炸。可还不等盲人破口大骂，常善就表示你也不想充当你眼睛的老伙计，饿着肚子吗？闻言，盲人陷入沉默。见状，常善趁热打铁，抛出高昂诱饵。每完成一件武器，我给你1000万韩元。所有武器做完后，不论品质如何，我再给你5000万韩元。但如果做出的品质比我想象中的更好，那么我会再多给你一大笔钱。在其挣扎片刻后，1000万韩元就打进了他的银行账户。望着手机中的短信，他感觉一切都是那么不真实。见状，常善再加一记猛药，这只是签约费，不是定金，不够和我说，那就再加500万，再给我500万韩元，我得付拖欠的房租。闻言，常善什么都没说，当场掏出手机将500万韩元打入盲人的账户。随即，常善便告知其所需要打造的武器：一条5米长的鞭子，一支可以组装的长矛，5把巨斧和一个小斧头，4种不同的剑和一个盾牌，以及一把弓箭和一套盔甲。闻言，盲人立马表示自己做不到，钱我不要了。然而回应他的只有银行账户冰冷的数字：某某宝提示1亿韩元已存入您的账户中，这些只是你的材料费，还有需要再跟我说。哦对了，千万别说你不行，因为违反合约的话，你需要支付3倍违约金。闻言，盲人破口大骂常善就是个疯子，随即又抬头询问道：你到底为什么相信我能做到？这是我们第一次见面不是吗？第一次见面应该是吧？而且你默默无闻，还身患残疾，毫无优势可言。但你不认为接受任务的人没有必要向发出任务的人提问吗？你做东西我付钱，我觉得这就够了。见常善并不打算说出原因，盲人只好无奈地答应了这个请求。不过要制作这么多东西，时间实在不可能再缩小，他已经很久没有打铁了，需要点时间重拾手感。而且眼下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我需要一把特殊的锤子配合我的熔炉，但是我现在没有那把锤子，我需要你将其夺回来。在我的父亲去世后，我的师兄背叛了他，并且偷走了父亲的锤子，凭此加入了另一个宗门，而那个宗门的名字叫 High。 望着常善疑惑的表情，盲人表示你真的不知道吗？他们可是10大帮派之一的宗门。闻言，常善表示自己不感兴趣，你只需要告诉我地址在哪里就行。闻言，盲人不可置信地望着常善，难道你想单枪匹马去抢锤子吗？那个地方可是十分危险的。然而常善眼中只是闪过一丝冰冷的杀意，你不用担心，只要把那里所有人干掉，就不会留下任何证据。望着常善那充满自信的神情，此刻盲人才意识到为何他会被这样的家伙吸引。如果是他作为自己的老大的话，那么他一定可以做得到。于是盲人当即告诉了常善地址所在，他们隐藏在首尔中浪区凤华山那边的一个坟墓。与此同时，在另一边，常善的家中来了3位不速之客，双方一碰面就开始了冷嘲热讽。协会的人还是一如既往的跟乌龟一样慢。闻言，养恩眉头一皱，在心中不禁对着自己暗骂道：是自己太粗心大意了，出现这样一名天才少年，其余帮派肯定会想方设法将其招入囊中。而这2人更是业内响当当的名媛强者，智慧之剑的人力资源部长宇英静，人送外号黑色波斯弯刀，白虎帮团战队的2队队长徐正权，凭借凶狠残暴的战斗方式被人们称为剑齿虎。不过让养恩感到奇怪的是，一般来说这些人不会为了一个新手就专门亲自前往，而且还是同一天前来。要知道，白虎帮可是拥有全韩国最强大的门面，其标志性的假胡须是只有帮派内实力高强的人才能佩戴。而作为智慧之剑人力资源部长的宇英静，其智慧和手段更是令业内之人闻风丧胆，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内，就将智慧之剑作为欧盛集团的附属，以极快的速度成为了大帮派，而且还是此次地下城幸存者之一宇慧斌的叔叔。所以就算是个超级新人，也不可能惊动这2人同时出动。所以他推测雷长善背后肯定隐藏的协会不为人知的秘密，但雷长善只有一个，如果他们没办法拉拢他到自己这边，肯定会想方设法阻止雷长善被别的势力招纳。随着养恩入座，双方就爆发了剧烈的争吵。若是双眸中碰撞产生的雷电能变作武器，说不定能毁掉整座城市。就在这时，长善的母亲出言打断2人，所以你们的意思是，你们4个都是来招募我家长善的吗？闻言，双方纷纷给予肯定，随后更是抛出了令无数人为之疯狂的优厚条件。闻言，长善的母亲只是默默闭上双眼。我明白了双方的来意，但这是我们家1·2才做的决定，所以你们也不该和我讨论这件事。与此同时，我有其他问题想要问各位。你们提到我家孩子过去5天都在蚕室地下室了，你们能告诉我更多细节吗？我家长善都在那里做了什么？与此同时，另一边，长善按照盲人给的地址来到一处深山老林之中。根据已知的情报， High of 帮派之所以会招纳他那混蛋师兄，是因为一个十分隐秘的行动，那就是为了打开坟墓。传闻中 High of 帮派想要偷偷通关一个石棺状的地下城，但由于一直找不到打开石门的重要部件，他需要一个高级铁匠将其打造出来，于是乎就将其师兄招募进去。望着门口戒备森严的人群，长善十分肯定，若是在地下城中出现如此难以获得的东西，其中必定隐藏着大量奖励。随即望向天空的月亮，拿起手机跟母亲报备过后，搜查起了有关于 High of 帮派的情报。但令他没想到的是，网络中铺天盖地的全是有关于 High of 帮派负面新闻，各种灰色产业都有他们的身影。见状，长善心中有了决定，既然这些人都是垃圾，那么就不用手下留情，全部杀光即可。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神圣的存在破木之鹰对您的正义感感到高兴并点头认同，您获得 N 次坚韧不拔的精神，拥有免疫精神控制的效果。
突如其来的恩赐倒是令长善没有预料到，看来他是误会我了。但如果要赐予祝福的话，倒是更希望能给我慧眼或者女神刀剑。接着长善从怀中掏出面具，该面具具有认知阻碍的效果，能有效避免有人通过特殊手段调查到长善的真实身份。紧接着掏出浑身散发的寒意的匕首，下一刻匕首如同迅雷般猛射出，速度之快让看门人根本反应不过来。而这些匕首在接触到人体的一瞬间，就形成了大量的坚冰，将这些人团团包裹住。接着长善身形闪动来到人群中，只见一道刀光闪过，众人便化作了无数残骸碎屑。不过对此长善并不满意，对于这些人渣，应该遭受到更多的痛苦。说罢，长善用刀割开手掌，发动技能血毒素，血液透过冰块顺着毛细血管侵入敌人的体内，且在血毒素的加持下，冰约羽毛制作的匕首生成的冰毒素更为强烈，剧烈的痛苦让他们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声。紧接着长善踏入地牢，在面具的加持下，原本阴暗无比的地下城在他的眼中无比的明亮。按照之前制定的计划， High Elf 帮派为了方便打造钥匙，应该是把熔炉放在了 BOSS 房门口，如果能趁着这段时间顺便能打掉 BOSS 拿到奖励那就好了。但眼下却出现了意料之外的状况，只见长善突然停下脚步，对着身后冰冷的说道：“出来！”可过来许久，后方都没有出现任何身影。见此，长善只是轻声的威胁道：“你若是不出来，那我就只好把这个交给下一个见到的管理员了。”话音刚落，只见在长善身后的拐角处，一只阴险狡诈的兔子从后方骤然出现，而他正是在地下城中出现的兔子管理员。很高兴见到你，我是地下城管理员哈罗德。对此神圣的存在狩猎的好季节表示十分惊讶，为何这个混蛋会出现在这里？闻言，哈罗德轻蔑一笑，其余神圣的存在更是对狩猎的好季节投来怜悯的目光。怎么会有这么愚蠢的生命？而哈罗德之所以会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要撰写有关于长善的报告。闻言，哈罗德心头猛地一震，你怎么会知道报告？此时哈罗德的内心已然掀起惊涛骇浪。报告是用于详细记载神明们感兴趣的目标，是管理局评估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这个新人到底是怎么知道的？然而下一秒，哈罗德就原地支起笔记本电脑，将刚刚发生的一切撰写进去。这样的信息神明们应该很感兴趣。随后瞥向一旁的长善，对长善刚刚说过的话开始分析利弊。现在有许多神明对他都感兴趣，就连管理局也给了他很大的压力。虽然想要偷偷跟踪他，但却被他发现了。但我的报告已经写了一大半了。想到这里，哈罗德浑身开始冒冷汗。如果他的报告记录权转移到了另一个管理员身上，那我这辈子岂不是都无法升职加薪了？想到这里，哈罗德情不自禁地流下眼泪。就在这时，长善突然开口表示记录权你可以留着，但是作为报答，我需要你帮我个忙，但不是现在晚点我会告诉你。闻言不祥的预感在哈罗德心中油然而生，我能保证不是什么难事，而且在离开这个地下城之前会告诉你。闻言，哈罗德假意思索片刻后，欣然接受了这个要求。闻此，长善的嘴角勾起一丝莫名的微笑。那么这样合约就算成立了。话音刚落，地面骤然出现一道法阵，与此同时，系统提示音响起，玩家雷长善和管理员哈罗德已签订魔力契约。闻言，哈罗德立马就后悔了。此刻望着长善的眼眸中满是不可思议，他连魔力契约这个事都知道，谁要说他是个新人，我现在就跟他急。与此同时，在地下城深处， High Elf 团战部部长李替成对着下属们破口大骂，他们为了打造钥匙已经连续失败9次，若再是失败，他们不仅会被处罚，还有可能会被陷阱。随即命令手下将陈大焕那个混蛋带过来。加入 High Elf 帮派的陈大焕没有众人想象中的高高在上，反倒是像小狗一样跪在地上。他连忙解释道，只要再提供一些血液，他一定能将钥匙打造出来。然而话还没说完，就被李替成一脚将其踢飞。此刻他也后悔将这个重要的事情交给一个来历不明的废物，随即一脸杀意地望向他，所以你只需要血就可以了吗？闻言，陈大焕连忙磕头表示只需要血就行。锁孔的部分已经成功打开2个，只剩下最后一个就能打开。那我姑且先相信你，但如果你再失败一次，我一定会把你和你的家人撕成碎片，你给我牢牢记清楚了。就在这时，系统提示音响起，新数据已加载即将更新排行榜，而在排行榜中赫然出现了一个不属于他们帮派的名字——雷长善。与此同时，在地下城另一边，在得到长善同意后，哈罗德撰写报告的速度可谓是飞速提升。可即便如此，还是让他感到颇为震惊。地下城中的3个区域，他仅花了30分就轻松通关。他不仅能随手切开突然出现的大敌群，更是连看都不用看就拦下了从4面8方射出的箭，就好像他记下了所有陷阱的顺序和位置。在哈罗德的印象中，这已经是 K2921 地下城还没被通关的第4年了，并更让他震惊的是，他居然吸引了28星宿中12星座的注意，这是100年来都未曾出现过的。这不禁让他想起了某个神，某个令整个神界都闻风丧胆的存在——毁灭之神。他强大的力量陶弄着无数神明和星座，然而强大如他，最终都陨落了。